在2025年的年底，当大家都在忙着做年终总结，准备迎接一个会有希望的新年的时候，扎波罗尔前线传来了一声巨响。这声巨响不仅仅是一发 FPV 无人机撞击人体时的物理轰鸣，更像是一颗带着血色与铁锈气息的流星，在历史的长河里砸出了一个大坑。那个让克里姆林宫的官老爷们夜不能寐，让俄联邦边防军听到名字就血压飙升，让无数渴望变革的俄罗斯青年视为精神图腾的男人，俄罗斯志愿军团的缔造者，当代的白王杰尼斯·卡普斯金永远的陨落了。故事的开始得回溯到那个充满宿命感的年代。1984年，卡普斯金出生在莫斯科。上帝似乎跟这个世界开了个巨大的玩笑，他让这个拥有斯巴达灵魂的男人降生在了一个即将崩塌的红色帝国黄昏。按理说，生在红旗下的他，怎么着也该成长成一个热爱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好青年。但他的人生轨迹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苏联笑话式的黑色幽默，这也注定了他生于红旗，断于铁血的命运基调。2001年，17岁的卡普斯金跟着家里人移民到了德国科隆，甚至可以说是整个魔幻故事的起点。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俄罗斯人，没去读什么哲学或者工程，反而因为对这种软弱文化的窒息感，一头扎进了当地最暴力的圈子。在科隆的街头，卡普斯金没有选择做一个乖乖读书的做题家，而是拥抱了他骨子里对力量的原始渴望。他迅速混进了当地的足球流氓圈子。大家都知道，欧洲的足球流氓那是把打架当主业，看球当副业的群体。卡普斯金凭借着一股子不要命的狠劲儿，很快就在科隆的地下拳坛和街头斗殴界打出了名堂，成为让人闻风丧胆的街头霸王。在那段岁月里，他用拳头打出了道理，用鲜血铸就了威名。但他觉得光是街头互殴格局太小，逐渐激进了起来，激进到德国宪法保卫局这种机构都不得不给他建了个专属档案。卡普斯金不在乎，他在这段时间里创立了自己的潮牌 White Rex。这可不仅仅是个卖衣服的牌子，这是卡普斯金向这个软弱世界发出的第一声怒号。他推崇力量，推崇尚武精神，他要重塑男性的荷尔蒙，把那些印着古老符文和战士图腾的衣服变成一面召唤同类的旗帜。后来他在德国实在混不下去了，于是他选择了回乡，并最终在2017年左右润到了乌克兰。这可不是逃跑，这是战略转进。他拉起了一支队伍，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俄罗斯志愿军团。而真正让全世界，尤其是让俄罗斯国防部那伙人惊掉下巴，也让卡普斯金这个名字在历史上刻下深深刀痕的，是他在2023年搞的那几次惊天动地的行动，也就是传说中的布良斯克惊雷与比尔格罗德狂飙。咱们得好好唠唠这哥们儿封神的时刻，因为这不仅仅是军事行动，这是行为艺术，是打在利维坦点上的一记响亮耳光。时间来到2023年3月，那是个春寒陡峭的日子，俄乌战线陷入了某种焦灼，全世界都以为战火只会停留在乌克兰的土地上，但卡普斯金笑了，他露出了那标志性的带着杀气的笑容，说了一句后渴望我亦渴望。随后布良斯克奇袭开始了，卡普斯金带着几十号全副武装的 RTK 勇士，如同幽灵一般穿过了那号称固若金汤的俄罗斯边境线。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布良斯克的村庄，在那里的行政大楼前拍下照片，录了视频发到电报上打卡。那一刻，整个俄罗斯的宣传机器都死机了。卡普斯金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那个庞大的利维坦其实虚弱的不堪一击，他只是站在那里，用一种睥睨天下的姿态宣告我们回来了。这份胆识，这单刀赴会的气概，简直就是现代版的赵子龙七进七出。他戳破了那个关于边境安全的神话，让所有俄罗斯人意识到战争离他们并不遥远。如果说布良斯克是试探，那2023年5月的比尔格罗德狂想曲就是总攻。这一次，卡普斯金不再是小打小闹，他联合了俄罗斯的自由军团，搞来了美制的防地雷反伏击车，甚至还有2辆坦克和火炮。这是一支真正的军队，他们像一把尖刀，狠狠地插进了比尔格罗德的腹地格莱沃隆区。这不是偷袭，这是正正经经的攻城略地。他们在俄罗斯本土建立阵地，俘虏俄军士兵，缴获 BTR 装甲车。卡普斯金站在缴获的战利品前，面对镜头侃侃而谈，那种从容，那种自信，仿佛他不是在敌后作战，而是在自家的后花园散步。他在视频里喊话：俄罗斯的公民们，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这一仗打出了俄罗斯反对派这几十年来的最大声势。他证明了一件事：普京的钢铁洪流并非不可战胜，只要你敢于亮剑，神皇也会流血。在那几天里，
卡普斯金不仅仅是一个指挥官，他是无数渴望变革的俄罗斯人心中的战神。他让人们看到，反抗不仅仅是举着白纸站街，反抗可以是坦克，可以是机枪，可以是轰鸣的引擎。说到这里，咱们得把视角拉高，看看这位反对派江湖里的孤勇者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态位。老实说，在卡普斯金横空出世之前，所谓的俄罗斯反对派简直就是个笑话，是一群在动物园里互相争抢香蕉的猴子。那帮所谓的自由派精英，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西装党，比如霍多尔科夫斯基、卡斯帕罗夫那帮人，整天就在伦敦、柏林、布鲁塞尔的5星级酒店里开会。他们穿着笔挺的西装，喝着昂贵的香槟，发着不痛不痒的推特，谴责着普京的暴政。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们的反抗苍白无力，就像是在用羽毛去给鳄鱼挠痒痒。这伙人看不起卡普斯金，觉得他是粗人，但在火力军看来，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忌。当你们在有空调的会议室里敲键盘，争论反对派纲领的第3款、第5条该怎么措辞的时候，卡普斯金在战壕里啃泥土、喝凉水。当你们为了众筹那点美元经费吵得不可开交，互相指责对方是特务的时候，卡普斯金在枪林弹雨中冲锋，用鲜血去丈量祖国的土地。卡普斯金是这个江湖里唯一的孤勇者，他看透了这个世界的虚伪，自由不是求来的，民主不是喊出来的，所有的权利和尊严都是用铁与血打出来的。他建立的俄罗斯志愿军团虽然人数不多，但这群人是真正的斯巴达300勇士，他们不为了钱，不为了权，只为了心中那个纯粹的，甚至带有某种洁癖的大俄罗斯理想。你可以不认同他的思想，觉得他太极端，但你不得不佩服他的纯粹。在这个精致利己主义横行，人人都想着怎么润、怎么保命的年代，这种为了理想敢于献祭生命的傻瓜太少了，也太珍贵了。他是那个敢于把桌子掀翻的人，他是那个敢于指着皇帝说你没穿衣服，并冲上去给皇帝一拳的人。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世人，反对派不应该只是开会的俱乐部，而应该是一支随时准备战斗的军队。然而自古名将如美人，不许人间见白头。英雄的故事往往都有一个悲剧的结尾。2025年12月27日，命运的齿轮停止了转动。在扎波罗热前线的某个战壕里，也就是卡普斯金上演扎波罗热的绝唱与永恒的图腾的地方，这位猛人倒下了。没有裹尸马革，没有盛大的葬礼，只有一架几百美元的 FPV 自杀式无人机发出的冰冷呼啸，随后是轰的一声，火光吞噬了一切。RDK 的官方布告说他是英雄，扬言要报仇，但在我看来，他的死是一场壮丽的献祭。他像是一个完成了使命的瓦尔基里，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深入了属于勇士的英灵殿。他死了，但他的死比泰山还重。他用死亡完成了一个战士最高的荣耀，死于冲锋的路上，而不是老死在病床上。他把自己的生命定格在了最炙热、最锋利的时刻。他活得像一把火，烧尽了自己，也照亮了那片黑暗的原野。视频的最后，咱们得聊聊那个最让人热血沸腾，也最让克里姆林宫感到脊背发凉的话题。千千万万个卡普斯金站了起来，卡普斯金倒下了，莫斯科的某些人或许会开香槟庆祝，觉得拔掉了一根心头刺，但他们错了，大错特错。这句话不是修辞，这是即将发生的无可阻挡的现实。卡普斯金不再是一个人，他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图腾，一种精神病毒。他种下了一颗种子，一颗关于勇气和行动的种子。在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上，在西伯利亚被冰雪覆盖的城市里，在莫斯科阴暗的地下室里，在圣彼得堡的大学校园里，无数年轻的双眼正在注视着扎波罗热的那团火焰。他们看到了，原来反抗是可以如此轰轰烈烈的，原来一个人是真的可以动摇一个帝国，原来我们可以不必跪着生，我们可以站着死。那些曾经迷茫的年轻人，那些曾经只会发帖抱怨的中年人，他们会捡起卡普斯金留下的枪，穿上他留下的战术背心，继承他那种不服就干的精神。未来的俄罗斯反对派将彻底告别那个软弱无力的西装时代，迎来一个铁血的战壕时代。这将是克里姆林宫真正的噩梦，因为你杀得死一个杰尼斯·卡普斯金，但你杀不死那种为了理想敢于玉石俱焚的决绝。这千千万万个站起来的卡普斯金，他们或许没有杰尼斯那么强壮，没有他那么善战，但他们拥有同样的眼神，那是狼的眼神，是死士的眼神。当第一滴血流下，这一池春水就被搅和了。RDK 将不再是一个组织的名字，它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庸俗、谎言说不的态度。杰尼斯·卡普斯金，这位现代的白王，他用这短短40多年的人生，向世界证明了一件事：唯有勇气永垂不朽。他去见上帝了，
我估计上帝见了他也得递上一根烟，拍拍他的肩膀说一句：小伙子，这辈子活得挺带劲儿啊，下辈子记得别这么拼了。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